小女孩被饿了3天3夜，就连一旁的水都已经冻成了冰。可一旁的妈妈却不管不问，自顾自地睡大觉。原来不是她不想醒，而是她已经炸了。岁岁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坐在外面？王奶奶，妈妈睡着了，一直也没醒，我不想打扰她，只好安静地等着。王奶奶心疼地走到岁岁身边，听岁岁说罗素3天没醒，怕出事，急匆匆进了岁岁家。家里冻得跟冰窖一样，一股酒味，边上还放着没吃完已经开始结冰的水。王奶奶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罗素，赶紧起来，有个这么懂事的闺女，你能不能有个当妈的样？王奶奶见她没反应，不耐烦地上前，看到罗素发青的脸时吓了一跳，哆嗦着手伸过去放在她鼻子底下，顿时咯噔一下。很快家里来了警察，岁岁也被带去了警局。在之后，一个穿着警服的女警递给岁岁一个白色的罐子。这是你妈妈的骨灰，你妈妈没了，以后你一个人怎么生活啊？妈妈没有死，她只是睡着了。看着岁岁倔强的眼神，女警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法医鉴定结果显示，岁岁的母亲罗素是自杀的，而岁岁如果没有家属认领，就只能送去孤儿院了。岁岁，你家里还有什么家人吗？有爸爸，还有舅舅。居然还有亲戚，那你就不用被送到孤儿院了。你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吗？我知道的，妈妈以前给他们打过电话，我记住了，爸爸的电话号码是111。女警赶忙掏出手机拨打了过去。您好，是罗素老公吗？他什么他死了再联系我。这什么人啊？女警气得不行，随后又打了另一个电话出去，飞快道：请问您是罗素哥哥吗？他去世了，您有没有时间来领一下他的骨灰？他又在耍什么花样？哼，拍什么骨灰，直接扬了吧。您真的是他哥哥吗？他还留了个女儿，没人照顾的话就只能送去孤儿院了。呵，那就让他一起去死。说完，罗远洲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女警懵了，这真是丈夫和哥哥，不是仇人。此时岁岁紧紧抱着骨灰盒，小手在两侧，像是捂着罗素的耳朵一样。妈妈乖，听不见哦，听不见就不难过了。这时，不远处的贺怀川盯着岁岁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抬步朝他走了过来。小孩要爸爸不要。另一边，贺老夫人看着一屋子的儿子孙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一群没用的东西，一个闺女孙女都给我生不出来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在外叱咤风云的贺老爷子、贺老大、贺老二低着头不敢说话，贺家小霸王们也都夹着尾巴低着头，生怕这把火烧到他们身上。怀川也是，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结个婚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宝贝孙女哦？你们这群没用的，是要让我死不瞑目啊！贺老夫人一边说，一边做作地捶着心口。但没多久，贺怀川竟从外面走了进来，旁边还跟着个小女孩，直接推到贺老夫人身边。诺，你孙女。奶奶好。怀川出门抢劫去了。5分钟后，贺老夫人安顿好岁岁，便迫不及待开口问道：这是谁家孩子？我家的。呸，就你那碰到女人就过敏的毛病，出门一趟就带回来个3岁大的闺女，怎么穿越了？你生的，你个冰块能生出这么软萌可爱的小闺女？这是我妈妈，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过了一会，贺怀川便把警察局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我查了那2个电话号码，是傅一晨、罗远洲，这小孩的妈妈叫罗素。这个罗素是上流家族罗家的女儿，但3年前传出罗素是被抱错的。罗父罗母知道后，要将他未婚夫傅一晨给他们真正的女儿，但罗素不愿意，竟还给傅一晨下了药，试图逼婚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傅一晨和罗家，傅一晨当场退婚，罗素也被赶出了家门。当年那件事闹得很大，在那之后就再也没他的消息了。要是这孩子真是罗素孩子的话，那罗家和傅家怕是不会要。傅一晨和罗远洲不要，所以我要了。妈也有了心心念念的小孙女，有什么问题？哼，你这话说的。贺老爷子正要骂他，就见贺老夫人一拍大腿，大喜道：没问题，太好了，我儿子的闺女，那不就是我孙女吗？捡来的怎么了？能被我们捡到，那就是缘分啊。贺老爷子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你这话说的太好了，做得不错啊。这时贺二哥贺旭之凑过来，撞了下贺怀川的胳膊，戏谑道：你老实说，你把傅一晨的孩子抢回来，是不是在报复他抢走了南郊的项目？呵，那是我不想要了，不然的话就凭他抢得走。行了，既然带回来了，就要对他负责。我们看看他去吧。另一边，岁岁正拘谨地坐在沙发上，虽然刚刚贺二夫人翁雪宁刚给他洗完澡，但岁岁还是下意识怕弄脏沙发，只敢坐在边边上。见他这样，贺奶奶心疼得不行，快步上前，轻轻抱住了他。乖宝，不怕啊，以后这里就是你家了，我是你奶奶。
饿不饿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都可以，我不挑食的。贺老夫人立刻让家里的阿姨去做饭，不到半小时，一桌满满当当的菜就做好了。想吃什么随便吃。穗穗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好吃的，忍不住咽了口口水。随后她试探地夹了一口离她最近的菜，放到嘴里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好吃。穗穗像是吃到了什么绝世美味一样，但其实那只是一盘普普通通的炒青菜而已。这是穗穗吃的最好吃最饱的一顿饭，忍不住打了个饱嗝。她顿时小脸涨红，小手紧张地捂着嘴，惹得众人忍俊不禁。怎么洗了澡都还没换衣服？哎呀，我忘记给穗穗准备了，这里哪有小女孩穿的衣服啊？想到这，她打了个电话出去，不到半小时，各大品牌都拿着他们最新款的童装上门。想要什么随便挑。穗穗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新衣服，她有些紧张地在衣服间看来看去，然后选了一件最普通、最便宜的衣服。这个可以吗？都留下吧。穗穗震惊了，有些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。这个叔叔在警局的时候说，只要我点头，以后他就是我爸爸了。我本来以为只有一口饭吃，哪里能想到这里这么豪华啊，还有这么多好看的衣服，这是在做梦吧？穗穗手使劲在自己脸上掐了一下，疼得小脸都皱了起来。是疼的也不是做梦。好了好了，穗穗今天一天肯定累了吧，等会就回房间休息吧。谢谢奶奶。深夜，贺怀川出来喝水，忽然听到穗穗房间里有动静，他推开门走进去，果然看到小姑娘正抱着罗素的骨灰盒，哭得脸都湿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也用一只手捂着嘴，没发出什么声音来。爸爸，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？因为我哭了，打扰到你了。其实他这算是什么打扰？贺怀川见过几个侄子哭，哪个不是嘴张大，哭的房子都跟着震，烦人的很。哪里像他，哭都会自己捂着嘴，无声落泪。罗素到底是怎么养孩子的？把孩子养得这么小心翼翼，为什么哭？我想妈妈了。贺怀川没有哄孩子的经验，只板着一张脸说：不许想，睡觉，这样就不会哭了吧？不成想，穗穗嘴唇抖了抖，眼泪掉得更凶了，手也捂得更紧。怎么才能不哭？爸爸可以陪我睡觉吗？贺怀川怀疑这小孩刚才是装可怜的，毕竟他可是南城出了名的活阎王，提他名能止小儿夜啼，就连他侄子都不敢在他面前放肆，可这小丫头竟然敢让他陪睡。小奶娃躺在床上，却睁着眼睛不睡觉，甚至还捂着自己的嘴，哭得眼泪汪汪，却不敢发出任何一点声音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警察叔叔把他母亲带去火化了，从此他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。第一次独自睡觉的他，只能看向了眼前这个看起来巨凶的怪叔叔。你可以陪我睡觉觉吗？大家都叫我活阎王，你不怕？这也太萌了吧！仅此一次。爸爸快过来。翌日一大早，贺怀川刚睁眼，就对上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爸爸早呀。早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吃早餐。这时，门外的贺老夫人看到贺怀川居然从穗穗房间里走了出来，瞬间就震惊了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不错不错。奶奶早上好。早上好，乖宝，你妈妈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有的，都在我们原来的家里。奶奶，我可以去取吗？当然可以，贺怀川，你陪乖宝去。公司还。爸爸，可以吗？仅此一次。谢谢爸爸，您真是个大好人。吃完饭后，穗穗就跟着贺怀川出门了。很快，穗穗便带着贺怀川走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前。就是这里了。竟然住在这里，这里垃圾这么多，鱼龙混杂，什么地痞无赖都有。就在这时，房东竟然把屋里的东西全部扔了出来。你干嘛？不许扔我妈妈的东西。哟，小野种回来了，你妈死在我这房子里，我还没管你们要赔偿呢，你还敢回来？正好你妈欠我的，就你来还吧。此话一出，穗穗竟像个小炮弹一样冲过去，使劲推了他一下。不许骂我妈妈，你才不是好东西。见他居然敢推自己，房东脸上闪过戾气，竟然抬起了自己的超级香港脚。小野种还敢打老子，老子弄死你！千钧一发之际，贺怀川直接冲上来，一脚把快200斤重的房东给踢飞了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打我女儿？你，贺三爷！穗穗，你先进去拿东西。穗穗小嘴一下子就咧了起来，立刻抬头挺胸的大步走了进去。路过房东的时候，他还悄悄踩了他一脚。爸爸应该没看到吧？不会觉得我是恶毒的小女孩吧？我家闺女就是可爱，不过接下来这一幕还是别让她看见的好。小野种。不，我才是野种。呵，自己捂住嘴，别吓到我女儿，叫一声我就拔了你的舌头。
叫2声，我要了你的命，明白了吗？等穗穗拿着东西出来时，外面已经没有房东的身影了。咦，爸爸，坏房东呢？哦，他说他饿了，回家吃饭去了，东西都拿好了。这是妈妈唯一一张照片了。贺怀川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穗穗愣了下，咧着小嘴笑了起来，大着胆子牵住他的手。爸爸，我可以把妈妈的这条裙子带回家吗？想带就带吧。最后，穗穗只拿了一个裙子，一张照片，可她却像是捧着宝贝一样，紧紧抱在怀里。贺怀川不忍放她一个人回家，便把穗穗带到了公司里。老板，这小女娃，我还有个会，穗穗你先自己玩一会可以吗？别乱跑。爸爸，你放心，快去忙吧。穗穗乖乖点了点头，松开小手手，朝他挥了下，像个小招财猫一样。然而手心一空的贺怀川竟还有些不大适应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这阎王又怎么了？不过才1天不见，贺总居然有了个3岁大的小闺女，不愧是卷王啊，连孩子都连夜生。贺怀川走后，穗穗就听桌子上的君子兰晃了晃叶子，有些惆怅的道：哎，这阎王竟然也是傻的，公司加班大半年做出的项目，没想到混进来一个卧底，把他们的核心技术全都透露出去了，对方抢先上市，白花花的银子都要打水漂了。什么？爸爸公司有卧底？穗穗连忙走到窗边，轻轻给他浇了点水。君子兰叶片也舒服地伸了个懒腰。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呀，兰花姐姐也好看。此话一出，君子兰叶子一顿，紧接着疯狂摇晃起来。你居然能听到我说话？是的，兰花姐姐，爸爸公司有坏蛋吗？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？当然可以了，卧底就是他最信任的人，他可坏了。第一次遇到一个能和他说话的人，君子兰高兴坏了，很快就把自己知道的事全都说了出来。于是当贺怀川进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小姑娘对着一盆兰花叽叽咕咕的，小脸上似乎还有些愤慨，就连小拳头都凶巴巴地攥着。这是谁惹你生气了？爸爸，我要跟你说件事哦，你公司有坏蛋。是吗？是谁啊？叫管一鸣。原来管一鸣是贺怀川最信任的助理，也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关系非常好。谁告诉你的？仔仔别说，小心他把你抓起来做实验。然而下一秒，穗穗就把手指向了君子兰。兰花姐姐告诉我的呀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坏蛋来你办公室偷东西，把你的东西全都卖给生蚝公司了。生蚝？盛豪？哎呀，啊对，是这个名。爸爸，快把他抓起来。贺怀川看看穗穗，又看看一旁拢着叶子安静如鸡的君子兰，忽然起身抬步走了出去。他走了以后，君子兰才长舒了一口气。咋，你怎么全都告诉他了呀？以后离他远点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你才不是好人，我爸爸可好了，我爸爸是大好人。哼，我不跟你玩了。不是，是不是瞎？贺怀川是好人的话，他会把人扔到海里喂鱼吗？哼，我也不跟小傻子玩。再说我本来就不是人。另一边，穗穗刚推开门，就发现贺怀川脚踩了一个人。管一鸣还不老实交代！3岁小奶娃竟然不认自己亲爹，只因他有2个爹地，亲爹对他非打即骂，连剩下的稀饭都不得吃。小奶娃自然会选择对他天下第一好的另一个爹地。这时他刚推开门，大好人的爹竟然在打人。那就是管一鸣，看到了吧？你爸爸可凶了。才不对，爸爸是好人。让你欺负我爸爸，让你气我爸爸，打死你！小穗穗又打又踢，疼得眼眶含泪。贺怀川无奈地把他提了回来。傻不傻？管一鸣，说吧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盛豪说只要我把核心技术卖给他们，他们就让我当总裁。贺怀川，我不比你差，我要自己当老板。你当老板就要拿我的东西去挣钱，你的脸皮是城墙吗？真够厚的。你懂什么？只要能当老板。行啊，当老板是吧？那就去吧。你这样就放过我了？嘿嘿，我就说了，我爸爸可是个大好人嘞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就比如管一鸣虽然背叛了我，但我还是已经把埋他的地方都想好了。之后，贺怀川便带穗穗去商场买鞋，准备离开时，穗穗却不慎撞到了一个小女孩。对不起，你瞎吗？穗穗疼得嘶了一声，抬头看去，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傅逸晨。爸爸！刚反应过来的贺怀川抱起穗穗，瞬间就气得把傅林也踹倒了。贺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眼瞎，看不出来是在报仇？傅逸晨被他怼得一噎，
偏偏又不敢骂回去。看向穗穗时，眼底闪过了一丝厌恶。这时，傅一晨的妻子罗叔走了过来。玲玲，不可以这么没礼貌，你做错了事就要向小朋友道歉。我不要。傅玲表情间很是骄纵，这是被人捧在手心里才能养出来的底气。罗叔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向穗穗时心却颤抖了一下。他长得怎么那么像？不对，我干嘛要怕一个死人？穗穗看着傅一晨一家3口，瞬间就想起了妈妈。贺怀川莫名也有些烦躁，牵着穗穗就走了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他是我爸爸。贺穗穗小朋友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只能有一个爸爸，选吧，要他还是要我？要你。你可想好了，当了我女儿，就不能惦记着别人了。傅一晨是傅玲的爸爸，不是你的，记住了吗？他不要我，我也不要他，而且我已经有最好的爸爸了。有眼光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这是你二伯家的2个孩子，这个叫贺昭，是你二哥，这个是贺野，叫他3个就行。带妹妹去玩吧，不许欺负妹妹，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我们才不会欺负妹妹呢。随后3人就去打球。穗穗在捡球时遇上了傅玲和他的表哥罗玉、罗霄。2表哥、3表哥，就是他打我的，就是你欺负玲玲的。穗穗默不作声，转身想跑，却被罗霄绊倒在地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来呀，打我呀！傅玲冷哼一声，抬手就要扇穗穗。你们干什么？贺野抡着拳头就冲过来给了罗霄一拳。贺昭不甘示弱地扑过来把罗玉放倒，顺手把傅玲铲倒。让你打我妹妹！穗穗见他们2打1，赶忙过去帮忙，几人瞬间打作一团。很快，贺怀川和罗远洲听到声音也赶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二舅舅他欺负我。贺总这是哪里找来的野孩子，跟泼妇打架一样。穗穗记得他的声音是那个让他去死的舅舅，他又忍不住看了眼贺怀川，怕他也嫌弃自己。做得不错。穗穗眼睛一亮，抬起小脑袋看向他。以后就这样，谁敢打你，打回去就行了。至于剩下的事，我来处理。你来处理？据我所知，贺氏股票大跌，半年的努力白费，钱全都打水漂了。贺总还有时间管小孩打架的事？我的确不像是你罗家脸皮厚，窃取商业机密，还这么理直气壮。什么窃取商业机密？这可是犯法的。贺总不要污蔑人。有没有污蔑？你回去问问你那好弟弟就知道了。再顺便帮我带句话，既然他这么喜欢捡垃圾，那就去当乞丐好了。你，哼！罗远洲气得不行，皱着眉就急匆匆往家走去。晚上，穗穗正准备睡觉时，旁边的墨兰突然剧烈颤抖起来。哎呀，穗穗快醒醒，你小叔又割腕了。穗穗迷迷糊糊来到了贺景航房间，就见贺景航正躺在地上，手腕上还有番茄汁。他瞬间想起了当时的妈妈。妈妈，你别死！你谁？贺景航俊脸一黑，烦躁地按了下旁边的呼叫铃。没多久，贺家人就都赶了过来。这谁家小孩？介绍一下，这我闺女，你侄女。初次见面，记得准备礼物。几天不见，你女儿都长这么大了，你生的？别哭了，乖宝的妈妈就是自杀走的，你要理解她。原来如此，不过我这不是没死吗？可是小叔疼。穗穗轻轻帮他吹着，贺景航的心却一瞬间像是被烫了一下。我没事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不走，不走我可要打人了。打也不走。第2天，贺景航刚醒来，穗穗就看到了贺景行肌肉萎缩的腿，被吓到的同时，贺景航也暴怒起来，滚出去！穗穗被吓得赶忙回到自己房间。墨兰姐姐，小叔的腿是怎么回事啊？贺景航曾是法医，因尸检报告被污蔑收钱，遭死者家属撞成残疾后患上重度抑郁症了，这已经是他第5次自杀了。收钱？这怎么可能呀？家里这么有钱，小叔根本用不着拿别人的钱啊。也是巧，他被爆出来这事的时候，公司正好资金链断了，他又正好是个财迷的，从小就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。原来小叔喜欢钱啊，那好办了。